好，给大家带来一局这个单挑局啊。这个房主呢开了一个拯救行动，这个人呢，我记得之前呢好像跟他玩过啊，又撞见了对吧？又撞见了，我们再继续跟他玩几局啊。然后这个房主呢，他选了一个美国。这个房主呢，我觉得他玩这个拯救行动啊，套路比较多啊。他给我用了2盘新套路啊，什么套路呢？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。然后我选的苏军呢，他选的是那个美国啊，美国小盟军比较怕铁幕，对吧？我只要造高科技出铁幕就行了。当时我不知道啊，他设置的没有超级武器。就是没有铁幕的，你没有铁幕，你很难冲得进去。而且这个房主呢，他每次都要选下面这个位置。因为下面那个位置呢，它那里有很多房子，你要冲它的话，你必须要躺过那个房子，没有铁幕的话，你打不开那个房子。所以说呢，他盘要选下面。我当时不知道啊，我当时呢还是想着赶快造铁幕装置，等一下铁幕好了呢，可以用铁幕冲它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先造一点兵啊，把家里的房子都占了，不占的话呢，等一下那个伞兵投过来，把我这个房子抢了就不好整了。我们先造一个防空。先造个防空呢，把这个路给它守住啊，因为他要用飞行兵跑地图。我们3牛以后呢，就准备出铁幕了啊，准备攀高科技出铁幕。而且这个对手啊，他这个对手在玩什么套路呢？当时我没注意啊，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我先不说啊，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桥修一下，对吧？我当时修一下，我准备抢他的油田，准备把他的油田给他拿过来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堡先打掉啊，他在这个油田这里藏了4个地堡，你看到没有？藏到这个油田上面啊，先把地堡打掉，然后我们的防空车拐过来，准备拿油田。拿了油田，再把这3个油田也占了啊！先在这里甩一个防空炮，等一下他有可能会造飞行兵。然后我造了一个高科技，发现没有铁幕，哎呀，没有铁幕对吧？造不了铁幕，那就只能造海军了。赶快在这里出个兵营了，先把这3个油田拿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没有他家的视野啊，只能用伞兵拿视野，用伞兵投入他家，看看他在干什么。然后这个地图呢，美国比较好啊，因为美国呢有一波免费的伞兵，而且后面还有一个飞机场，它相当于有2波伞兵，而且又没有铁幕，你要冲的话只能顶着房子硬冲，对吧？我就干脆把桥一修，修了桥以后呢，然后我们的坦克直接杀进来，你看这房子里面都进了兵了，直接杀进来准备打基地。他在我家里投了一波伞兵，我们赶快造辐射。哎呀，我发现这个对手没造重工，而且家里1个坦克都没有，你看1个坦克都没有，我们赶快打他的基地，对吧？先把他基地打掉。这个时候这个对手，我当时以为他好像挂机了或者接电话去了，我说怎么1个坦克都没有呢？我当时也比较懵。然后走到这里，我听到声音了，有飞行兵的声音，赶快造防空。你看这个人在这里造了5个兵营6个兵营，哎呀，造了很多飞行兵，你看直接飞行兵拐过来要打我的基地，而且他的房子进了这个地方，完了，我现在造维修厂来不及，我想造个维修厂，等一下基地爆了可以造基地。哎呀，一下子杀了这么多飞行兵，赶快造防空。他把我基地打了，把我雷达打了，但是我重工还保住了。他想打我的重工，我们赶快用防空把他的飞行兵打下来，修一下重工。哎呀，这个对手他玩这个飞行兵的套路啊。这个对手呢，他也知道，如果他不把兵营甩的这个右下角啊，我容易听到声音，对吧？他把那个飞行兵造到那个最下面，我就听不到声音了，除非我把鼠标停到那个右下角那个角落里，我才听得到。当时呢，这个对手呢，他也知道我会听声辨位，有可能，他把那个飞行兵全部造到那个角落里，我当时没听到啊，没听到声音，直接被他偷袭了，把我基地打了。但是它里面好像还有个兵营啊，还有个兵营还能造兵，而且呢，它还有那个伞兵啊，他就一直进伞兵进这个房子。现在我还好，我重工在啊，如果我重工没了的话，我就这4个坦克估计还打不死他嘞。你看到没有？他这个房子里面都进了兵，主要他那波飞行兵。我当时还好反应快啊，提前造防空，如果防空稍微造晚一点，被他打掉重工，这一盘还真不一定能赢了，因为他这个房子进满了兵啊，你很难打得进去。我要没坦克的话，估计很难打得进去啊。现在我有重工，我就不着急了。哎，我基地爆了没事，我还有个重工，我能造坦克。
你这个房子里面进了很多兵，我只要能造坦克，我就能打得进来啊，我就用坦克硬换。他这个套路啊，只有把我的基地打了，重工打了，他才有机会。我有兵营的话，其实也能赢了。我能造1万个兵，造1万个兵，我也能把他的房子打掉。他这个套路呢，要打掉我基地，要打掉我重工，还要把我兵营打掉，他才有机会。这样他就守不住了，对吧？这个套路我以前也碰到过，但是呢，别人都是在家里造飞行兵，在家里造飞行兵呢，我能听得到声音。他把这个飞行兵造到这个角落里，啊，你的鼠标只要没有滑到那个角落里，你就听不到声音了。所以说差一点呢，被他套路了。然后来看第二盘了，第二盘呢，这个对手呢，他就好像选了一个苏军了，他觉得我玩的还可以，用美国这个套路打不死我，这一盘他就选了个苏军。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对手苏军打的怎么样啊？这个对手呢，我记得我前几天好像上个礼拜吧，跟他玩过。上次我跟他玩的，我是用盟军跟他玩，这一次呢，我是用苏军跟他玩的。然后这个对手呢，上一盘美国没打赢，他换了苏军。这一盘呢，他苏军又给我玩那个套路啊，玩那个什么套路呢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哎，先把他的狗咬死啊！咬死以后，先把油田占了。这个地图呢，总共有16个油田了，一人占8个。我们上面4个油田呢，那个地方只要爆了1个就全爆了啊。他这个4个油田是分开的。我们先出一个牛啊，出个牛。等一下我们准备造海军，他没有开超级武器的话，那就只能玩海军了。等一下用导弹船把他的房子破开，我们再用坦克冲啊。哎，先把家里的油田占了，再出一点兵。把这个房子占了，不然那个伞兵降下来把我的房子一占，我的重工就爆了啊！哎呦，我抢了他一个油田了，抢了他一个油田了，他在那甩地堡，我们也甩地堡，但是他直接打爆这个油田，你看还想站回去，点死6人，他直接把这个油田打爆了。我想造个兵营呢，但是兵营放到油田那里，油田一爆，有可能把我兵营炸了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会炸掉。这样没事啊，反正呢，那个爆的是他的油田，不是我的。我们先出一个雷达，准备攀高科技，准备造海军，然后我们再修桥，坦克过来抢他的油田，再把家里的房子占了，出一个6人把桥一修，再出个雷达，准备造高科技。而且这个对手呢，他又在躲在家里，不知道在干嘛啊。美国呢，他在囤飞行兵，苏军的话，他有可能在囤坦克，但是囤坦克没事啊，我坦克跟他差不多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听到运输船装船的声音，他有可能呢想抢滩登陆。因为我们是苏军的，是苏军看不到他家，盟军可以造飞行兵看得到他家。他在装气垫船，我听到装船的声音，他不是装那个防空车啊，是装船的声音。你看，直接来了2个气垫船，他直接抢滩登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面估计装的是坦克，一下子下来了8个坦克，你看到没有？下来了8个坦克，气垫船扛伤害，然后我们赶快甩个地堡，哎，甩个地堡，我们是主战场，哎，你打不赢啊，你就算跟我打的差不多，我们可以一直造地堡的。然后伞兵投了他家，把他矿场打了，再出一个基洛夫，准备过去炸他的油田了。他4个油田已经被我打掉了，我们还有8个油田，你打我的牛没事，我们一直甩地堡，哎，所以说他这个套路呢也没有成功啊。这个对手呢还是喜欢玩套路的。如果你没听到那个声音呢，坦克稍微回来晚一点，有可能就被他把牛车打完了。但是我还有2个牛，我还能造东西，我还能发展。然后你过来，我们有2个地堡格挡，哎，这样他就打不赢了。然后基洛夫拐过去，伞兵呢把他矿场一打，这个对手就没了，对吧？我们准备出一个船长啊，准备造导弹船。他这样玩的话，估计是2个重工啊。哎，把你重工给他整掉，然后基洛夫把房子炸掉，这样他就守不住了，对吧？他2个套路都是差一点点成功啊。然后来看第3盘呢，这个对手呢就正规规的跟我玩了一盘了。前面2盘呢属于战术型，第3盘呢就是稳扎稳打啊。前面2盘那个战术他都没成功。
然后这一盘呢，我们还是针对他这个油田呢，他这个油田呢，我们只要把桥一修，就可以抢他的油田，对吧？这个油田一定要抢啊，因为呢，这个地图每人占8个，我上面4个油田呢，那个左上角4个油田呢，挨着一起，只要打爆一个，那个4个油田就爆了，对吧？他那个4个油田不是挨着一起的，打爆一个他不会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准备抢他的油田。不然的话，等一下他来一个伊文，那个伊文呢，把那个油田绑一个炸弹，我4个油田就爆了。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抢他的油田的，先用坦克把那个海面上跑开，防止等一下他出那个船长造导弹船，我都不知道啊。把那个海面先跑开一点，然后把桥一修，修了桥以后呢，我们的防空车直接过来，他好像造了2个牛啊。哎，你看他防空车里面装那个伊文，对吧？肯定是装那个伊文去炸我的油田。我那个油田只要绑一下，4个油田都爆了，所以说我们抢他的，哎，爆了没事啊，我抢你的。他给我那4个油田绑了个炸弹，4个油田都得爆。然后他还有一个伊文走到我家里来，想给我的高科技绑炸弹，但是他没有视野啊，他不知道我高科技在哪里。哎，先把他的伊文压死，然后你把我4个油田抢了没事啊，我抢你的油田，你把我4个油田炸了，我就抢你4个油田。他家里面还有4个啊，他家里面4个油田我们打不到，我家里也有4个。然后他一看我占了他的油田，他坦克出来了，对吧？他坦克出来了，感觉跟我差不多，我的坦克有一点残血，我们赶快躲到地堡这里，哎，躲到地堡这里。他伞兵投到我家，我们直接回防，然后我们是主战场，我手里有地堡的，哎，这一波他冒进，你看坦克送完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出高科技啊。这个没有铁幕的一定要快一点出高科技，赶快造导弹船，又来偷我了，你看又来偷我了，赶快打掉他的头。又来这个伊文，你看他老想用伊文绑炸弹，然后我们在下面的油田那里出个辐射，这样他就没法给我的油田绑炸弹，把他的油田抢了，我比他多4个，他只能打我的油田，我就用辐射端烫他，然后出一个导弹船炸掉重工。哎，伞兵拿了视野啊，可以看得到重工，再出个气垫船跑开他家视野。哎，这个对手守不住了啊，直接投降。